凌晨时分的巨大轰响，交替闪烁的刺眼强光，碾压空中的不明物体，大片被斩断的树木，断裂开来的坚硬钢管，水泥地上的神秘爪印，被逆向推移的重型货车，以及被卷到空中却毫发无伤的职工。这是在拍科幻电影，还是在梦游鬼境？不，都不是，这是真实发生的一切，就在身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3大 UFO 悬案之一，当年神秘诡异的贵州空中怪车事件。1994年12月1号凌晨，轰隆隆一声巨响，贵州市北郊18公里外，正熟睡中的人们同时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惊醒。这是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巨大声响。伴随着奇怪的声音，有目击者看到一个闪着红绿相间强光的不明物体从空中急速地掠过。物体的前方有2束灯光射出，照向前方，仿佛一辆巨大而沉重的坦克怪车碾压过整片天空。仅几分钟的时间，林场的4个区域内，方圆400多亩的松树林被拦腰截断，留下了一节节 1.5 米至4米高的树桩。诡异的是，所有树木的断枝与树冠全都朝着西侧倾倒。其实这次的事件在贵阳并非个例，在此之前的11月30号凌晨，贵阳北郊的都西林场和都拉营车辆厂也遭受过状况奇异的灾害。事件中，都西林场多达400亩的马尾松林被毁，灾害同样分为4个区域，彼此之间并不连续。受害区域内的大片树林呈倒伏状，但是尽管大片的高大树木被折断，但位于树下的针叶层植被却完好无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立在树木旁的塑料大棚也是纹丝没动，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与12月1号凌晨出现的情况很是相似，不由得令人产生联想，这2起灾难是否是由同一个物体造成？除了林区之外，车辆厂也遭受到了损坏，情况也是令人十分费解。无法解释的种种状况，人们将这些事件统称为贵州空中怪车。而在2起诡异事件发生后的1995年2月9号，贵阳机场的中心雷达上出现了不明物体移动的信号标识。而紧接着，中原航空公司波音737从广州飞往贵阳的第2946航班于10000米高空飞行的途中，发现有一发光物体在距飞机1公里左右外的空中跟随。经判定，那并不是另一架飞机，而是一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该物体似乎一直在追随着飞机移动，其形状不定，会由菱形体变成球体，颜色呢也会由黄色转为红色。这一发现令机上人员及地面指挥中心都很紧张，无法弄清楚该物体的面目，也不知道其为何要跟着飞机移动。但就在人们心存不安的时候，那个不明飞行物在贵阳东北约70公里处消失不见了。发生在贵阳的这几起空中怪车事件中，受灾的地区都留下了诡异的痕迹。1994年12月的事件里，被损坏的4个林区呈一条断续长约3公里、宽150米左右至300米左右的带状，期间个别树木被连根拔起，另存有零星完整树木，而被斩断的树木直径大多为20厘米至30厘米粗，高度均在20米左右，无一例外。而在11月30号凌晨发生的事件中，除了林区留下的与12月事件相似的破坏痕迹外，都拉营车辆厂留下的痕迹更为的诡异而奇特。车辆厂地磅房的坚硬钢管神奇截断，
杂品库的水泥地面上留下一些神秘的爪印痕，辨不出是何种动物。而近70吨重的载货车厢被逆向移动20多米，巡夜职工被吸离地面，但却毫发无伤。有种种破坏的迹象和受灾区域可以看出啊，这场灾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选择性和目的性，但是具体是如何界定的，我们无从得知。除此之外，在2次空中怪车事件发生后的1995年1月21号，胡奇国曾针对这2起林场破坏事件到林场考察。采访中得知，目击者看到一个橘红色火球从空中飞过，经其描述，该物体可能为 UFO。 除此之外这几起事件中还有大量目击者曾见过类似物体，描述呢均很类似：一团闪着强光的巨大火球，有犀利的狂风，诡异巨响，被推倒的植物，不伤人的，坠落的人和瓦片都是轻飘飘落地。所有目击者的形容都是大同小异，均指向了一个点： UFO。 几次出现的奇异空中怪车和破坏林区及车场的神秘物体，极有可能就是 UFO。 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可以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加上那些无从调查的诡异痕迹，除了承载外星文明的 UFO 之外，再没有更好的推断了。而之后发现了一些奇特痕迹，更加验证了这个推测。在都拉营车辆厂宿舍区，空中怪车出现后，草地上被发现一个直径约2米的圆形烧灼痕迹，很有可能是 UFO 的着陆痕迹。而另一处草地上也发现了类似痕迹，草地像被水冲洗过一般倾倒，也有一个烧焦的圆圈痕迹。通过现场情况和目击者的描述，以及菜地土壤并未出现被压痕迹可分析， UFO 当时仅是在草地上方短暂停留，并未真正着陆。除此之外，在被破坏的林场边缘，有多处树桩上有烧灼碳化的痕迹，但其周围的树桩却并没有着火的痕迹。在各种烧焦痕处也并未检测出放射反应。发出震耳响声和强光的巨大火球，林区与车场中的种种诡异痕迹，短时间内大面积的有选择性的破坏，这所有的神秘现象都仿佛在向人们揭示着 UFO 的到来。而多位目击者的所见更是向我们证明这件事： UFO 来了，外星文明造访地球了。但是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吗？他们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吗？其实外星文明造访地球的传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无论是曾经风靡欧美，被称之为离外星文明最为接近的麦田怪圈，还是国内的3大 UFO 悬案，关于外星文明和 UFO 的探索研究从未停止。但是呢，这么多的事件和线索，这么多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关于外星文明的造访却始终没有真正被证明和确定。每一次的事件，我们都好像离外星文明那么近，仿佛触手可得，但每一次又都是那么远，难免捕风捉影之嫌，总是层层迷雾，拨云却不见明月。如今西方的麦田怪圈已被科学和创造者推翻，但结论真的就是真相吗？即便民众纷纷站出认领那些麦田怪圈，承认了那是艺术杰作和行业营销，但那些无人认领的呢？诸多的解释和证明真的就能解释一切了吗？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人真的敢断言所有的麦田怪圈皆为人为。相比于被推翻的麦田怪圈，贵州的空中怪车事件则得到了诸多的肯定。这对于外星文明的探索和研究无疑是一件好事。否定和隐瞒永远都不是挖掘未知事物的好选择。
随着调查的深入，贵州 UFO 研究会副理事长胡其国等人推翻了龙卷风与下级暴流的可能。无论是从形成条件还是破坏状态来看造成都西林场一带大面积损害的绝不可能是龙卷风。龙卷风的形成需要有强烈上升气流的雷雨云，在雷雨云内部的强烈涡流下，空气称为高速旋转的气柱。当时都西林场虽有小雨和冰雹，但却不具备形成龙卷风的条件，而且历史上贵州也从来没有发现过龙卷风。而从破坏状态来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都西林场受灾部分的树干是在距地面20至50公分处折断，但其下方的松针叶却丝毫未动，地面也没有遭受气流冲击的痕迹。加之当时人员并未有任何伤亡，由此可见都西林场一带有选择性的灾害不可能是由龙卷风造成的。证明 UFO 造访的证据是越来越多，在之后的公开的绝密档案更加把 UFO 的出现推向了确凿。档案显示，其实当时遭到不明飞行物破坏的林区还存在着一个第五区，而这个未被公开的第五区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除此之外，档案中还详细讲述了飞机被不明飞行物迫降的事件。当时不只是贵阳空军分区雷达上探测到不明飞行物，同时广州空军、南海空军、云南祥云雷达45团等也都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此外，档案中还详细记录了当时事发后车辆场地磅房能让时间停住的龙爪印状痕迹，以及10千伏绝缘高压线间的绝缘空气变为互通导体等神秘状况。贵州空中怪车事件曾轰动一时，迄今仍留下了许多难以解释的谜题。信服一切是 UFO 造成的人很多，质疑这一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无论是 UFO 观点还是自然天象的观点，都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确凿完美的证据来推翻另一方的观点。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一切都还在继续。一天不得出确切的答案，关于 UFO 和外星文明的探索就不会停止。